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大喇叭，它是八卦的源头，把消息传给各宫各院。他发的朋友圈可以惊动后宫前朝，他就是有些喇叭在身的小夏子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小夏子朋友圈那些事儿。第一条，小夏子暗示安陵容转发他的朋友圈。当时甄嬛抓到了陷害沈眉庄假孕的重要人证刘本，为了给沈眉庄讨一个公道，甄嬛请皇上明察此事。因为刘本的证词明确，加上假孕事件本就疑点重重，所以皇上下旨恢复了沈眉庄的位分。但只是恢复沈眉庄的位分这个做法让甄嬛很不满。甄嬛认为华妃这个始作俑者是一定要受到处罚的，所以甄嬛明里暗里都在暗示皇上处置华妃。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，朕只怕真的要对不住惠贵人了。这不干皇上的事，是奸人狡诈，蒙蔽了皇上慧眼。皇上不是不知道甄嬛在暗指华妃，但此时城里发生的实意已经够皇上操心了，他根本分不出心去管嫔妃争宠这档子破事儿。毕竟在国家大事面前，嫔妃之间的打压争宠对皇上来说就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，更何况皇上又在这个时候急需年羹尧的助力，如果这时处置了华妃，对皇上来说百害而无一利。无奈甄嬛步步紧逼，皇上不得已才派人传旨，去太医院传旨，江澄、江慎赐死，华妃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。慢着，褫夺封号，降为嫔。很明显，皇上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处置华妃。苏培盛领悟到皇上的意思，提出了一个办法。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，如今夜已深了，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，只怕何宫都会惊动。那就明日传旨。皇上真要处罚人，还怕什么河宫惊动？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表面上敷衍甄嬛，暗地里又把消息传出去，让华妃想办法自救。而这个传消息的人自然是大喇叭小夏子。所以当安陵容假惺惺地前去看望沈眉庄时，小夏子立马把大喇叭对准了安陵容。婉贵人没和小主说吗？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。真的？小主不信奴才，那就算了。由于小夏子是御前的人，消息十分的灵通，所以安陵容向小夏子打听起详情，结果小夏子口口声声让安陵容相信自己。小主信奴才就对了，抓到刘本，可有人要倒大霉了。是谁？这个不能说，说出来闹起来不好。一个大喇叭他能使什么坏呢？他不过就是站在吃瓜第一线罢了。安陵容琢磨着，如果把事儿闹大，华妃肯定坐不住。于是安陵容立即让宝娟转发小夏子的朋友圈。刚才经过翊坤宫的时候，里头可还是安安静静的吧？是还安静的，不过以前宫里他说了算，现在让不让他安静，小主说了算。那还不快去翊坤宫？皇上前脚才吩咐了闹起来不太好，先把事儿压着。小夏子转头就暗示安陵容把事情闹起来。难道小夏子不想要脑袋了？答案明显不是。小夏子接到的任务就是朋友圈赶紧发起来，让华妃快速收到消息，以便及时想到自救的对策。后来华妃带着江澄、江慎求见皇上时，皇上明白华妃肯定是看到了小夏子发的朋友圈，同时华妃也一定找到了将功折罪的办法，所以华妃才会一大早带着太医急着前来求见。可见小夏子的朋友圈消息发送成功。第二条，小夏子把朋友圈发到了皇后宫中。当时年羹尧平定战乱，皇上很高兴，邀请年羹尧以及华妃一块儿吃饭。不料年羹尧嚣张惯了，在宴席上没有规矩，不仅在皇上没动筷前先一步动筷，而且还要求皇上的贴身太监苏培盛给他夹菜。年羹尧的举动让皇上心生不满，皇上清楚如今的局面年羹尧是一定要除的，于是为了更好的除掉年羹尧，皇上小脑袋瓜子一转，当场来了一招捧杀。你用15日的时间
一举击溃了罗卜藏丹津，为朕安定西北，威震西陲，可算是朕的恩人。皇上称呼一个大臣为恩人，这是什么操作？一旁的小夏子愣在原地，开始疯狂向文案。很快，一条皇上称年羹尧为恩人的词条走红，小夏子的朋友圈被简秋转发，最后荣登热搜，传到了皇后的景仁宫之中。娘娘，小夏子听得真真的，皇上称年大将军为恩人。小夏子为什么要发这么一条朋友圈呢？难道小夏子又不想要脑袋了？很明显，小夏子发这条朋友圈还是皇上授意的，目的还是让小夏子快速把这些消息传出去。皇上称呼年羹尧为恩人这个词条一经传播，不仅不会让年羹尧得到任何好处，反而会让后宫嫔妃、朝中大臣对年羹尧产生不满，从而激起了众人对年羹尧及华妃的忌惮与意见。毕竟前朝与后宫盘结交错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简秋啊，这天怎么就这么冷下来了呢？西北风起了，是有些冷，要不奴婢给您添件衣裳吧。天冷了，衣裳穿得多有什么用啊？皇后都引起重视了，皇后前朝的势力不言而喻，可见小夏子这条朋友圈再次发送成功。第3条，小夏子第一次被迫关闭朋友圈。小夏子虽然是个大喇叭，但小夏子这个大喇叭也不是什么都能说的。小夏子第一次被迫关闭朋友圈发生在凌云峰，当时皇上被苏培盛骗去甘露寺，表面上是祈福，实际上皇上也想见一见甄嬛。结果皇上来到甘露寺，不仅没有看到甄嬛，反而还听到甄嬛病了的消息。思还心切的皇上立马从甘露寺赶往凌云峰。此时的甄嬛一心只为回宫铺路，所以甄嬛明知皇上来凌云峰是他们设下的套，表面上甄嬛还要装作不知情，并且还要装出一副她很在意皇上的模样。因此当皇上看到久别的甄嬛还心心念念着她，皇上心中五味杂陈，把甄嬛迎进禅房。苏培盛与槿汐看到事儿成，悄悄关上房门退了出去。退出禅房后，苏培盛立马让小夏子关闭朋友圈。今天的事儿谁要是说出去，就是不要自个儿的脑袋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快走。很明显，苏培盛清楚甄嬛回宫道路艰难，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等甄嬛和皇上事成，只有甄嬛与皇上生米煮成熟饭了，甄嬛才有更大的把握回宫。所以苏培盛才强迫小夏子关闭朋友圈。因此当甄嬛成功怀孕，给腹中的小孩谋了个北京户口的时候，没有提前收到一星半点消息的皇后气坏了。你说什么？甄嬛有了身孕？千真万确，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，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，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凌云峰的那一位了。可见小夏子的朋友圈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他发的朋友圈不仅是八卦源头，更是各宫各院斗争之间少不了的消息要塞。